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，现在来到了莆田。你们知道的啊，莆田呢是只有晚上才开始营业，所以呢，我白天呢，我带我们去转一转。我呢就找了一个人，卖鞋的人，对，他说可以带我去买鞋，准备呢去买2双啊。很多年都知道这个莆田的鞋特别牛逼，今天我们就来感受一下，祝我顺利。公版是啥意思？看不懂，弹幕来打一下来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安福电商城，这个就是莆田最大的一个鞋子的一个批发市场，比较小，白天确实没什么人。店铺呢都有在开营业，但这些店铺呢，都是一种各种名字，什么吉普啊什么的，然后还有新百伦什么的，反正就是奇奇怪怪的名字。这是一个小区的感觉，有很多小区房。然后1楼都是这些卖鞋的店铺，椰子350珍宝，很多快递小车在发货。巴黎世家椰子 ，AJ。听说是晚上12点开始，所以晚上12点我再过来。我好难过，我好难。你们看我住了一个什么酒店？工地旁边，我怎么睡觉？12点我就要去市场了。也睡不了了，就这样吧。海景房，我的天哪，非常好，特别好，正好，空气还挺好的，天空还挺蓝的。晚安。现在是晚上12点，已经开始忙碌了。我看很多人骑着摩托车拉着货，地上扔的都是这种鞋啊，这个是啥？鞋、手表，这种宣传单。哇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我这上面写的还有大几率过验，就是有可能能过那个毒啊，或者是虎扑验证是吧？还打了优货的品牌，优货要来收钱啊！来，看一下。你看哪？每家都是老板，我带你都看几家。等一下。下一次我再过来，再等一下，我带你们都看一下。我先等一会儿。啊，对对。好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在这边看，一会儿我再。好。也请人，这个钱是给别人赚，我们不赚。因为很多时候我那边不会囤货，我会跟他说我一下拿很多放回去。这我明白，对吧？嗯。那是生产。我有可能因为之前拿的多，拿回去可能拿个10双，拿个12双，对吧？在你这边可能说1件，对吧？我拿回去我可能是用作拍照宣传用的，然后我会那个月我会主推那些鞋。这个没关系，这个没关系。我们报的价格是拿建价12双起的批发价，12双起的，3双代发加20。这鞋子多少钱？这个是 Stream。一般比较好一点的话，得多少钱？我这种。比较好一点就要278以上才能好，200以下都是很差的，够用。不过要看你卖的是高端鞋还是卖便宜货。这是用牛皮做的吗？还是？都差不多，牛皮做的。牛皮做的。这种空军1号最好的大家我说多少钱？有一个180，一个110，看一下，有一个最好的。怎么看区别？刚才2吧。是这个，是那个。空军2咋了吧？这个应该便宜吗？皮质啊。它走线这个感觉说的好些。差的皮质吗？主要是材料，它不一定都是皮的嘛。就比如说它是3层网加内置气垫，那个是2层，没有气垫。就是比如说这一款鞋啊，它可能看外观都一样，可能这里面的一个材料又不一样，主要是这个地方的区别。就比如说我们摆的，就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，不一定说都要摆好的，是吧？没必要就是像拿到最高端，因为那价格有时候也可能会高一点。对。就相当于那种性价比高一点，然后做工各方面也都可以。一般经典款的都可以，但是如果说比较冷门的款，有一些趋势版本我也是卖了。那种不会。如果说你们微商的话，我们没有明确要求啊。如果是里面的话，
去吗？好吧，慢慢聊。来了，哎，我等了那么久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去那个吃完饭，我转了一圈，然后一个大姐就硬拉着我，我靠，不让我走，她让我跟她一边看那个鞋垫，一个20块。啊，对，她跟我说她有钱，然后说你也跟我一趟，然后好让我挣点钱，我又不好意思，那想。现在椰子500，现在最高版本多少钱？OG 正常的话，现在价格应该是在差不多500左右。证明这个鞋子2000块钱，对不对？那你那双鞋子你要保证你能卖到差不多1000。对对，我就看他们有可以卖1000多。对，1000多块钱的话，你才有那个中间价格操作。我们这边譬如说一双赚你个20，说实话一双我们进价他妈400-500的鞋子挣20-30不过分吧？是不是？我们是中间商，我们就是转个手。这个底我就不要说贵，这个底最起码要开20-30万。20-30万？对啊，那么贵啊？底膜嘛，我操，便宜的底膜都要7-8万嘛。那像这种稍微复杂一点的，我操，太贵了。前年火的那个巴黎世家那个6层底，他们说那一套底膜要几百万。所以小厂根本做不了那个。对，像这种万使这种鞋子，一般能分辨出真假吗？最好的版本哦，我跟你讲，基本上一般人他看不出来。万使女孩子是比较喜欢穿，对。这种鞋其实不会很贵，正常的话就是安福世家正常就是反正160。我们这边最好的哦，市场价大概差不多180，但是也有中间价的那种是100块钱左右。就我看有说可以从淘宝上专门找给他做一个读的没有证书，没有那个假的，这我们都有，那个还需要淘宝。不是，你听我讲，他那个是什么？你就直接跟他讲，人家是跟工厂合作的。比如说头一批生产个100-200双，我这一批你帮我过一下，然后多少钱给你？第一批过了，后面的话他也没办法保证他能过。不能做那种假的运单吗？之前可以，那年不是被央视曝光了，就做不了啊。现在我们只能上海上去了。正品很多是从上海发的。对，主要上海国际大城市，莆田的名声都已经大家都知道了。你买一手莆田，大家都知道是假鞋。现在刷单基本上都是要刷10单，就是说必须真正的单号，就是说叫你帮你刷，那边付款，然后这边要真正的用真正的快递边单，然后寄东西过去，所以说它成本要比较高。以前空单的话，比如说一单就是说300块，就是说你应该是前年他们市面这些做那些人，1年顶过去3年了。火的不行啊！你上抖音打开，都穿着 AJ， 还在那边排队，他妈等这把鞋子吓死掉。那一个公司也火，正品也跟着火。哎，对，正品也跟着火。连锁消费法，哇靠，正品房你全部。抖音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屌，今年年初是匡威，你不知道，抖音把那个匡威推到，哇他妈市场真的很夸张啊！一双普通货涨了几十块。啊，就是假货也涨价。涨啊！他们货啊，个个跑去工厂抢，更抢，所以有时候会打架。那工厂不能提高产能吗？做不出来啊，帆布也不够，上下游都紧张。抖音真的炒管很牛逼啊！反正每一年抖音都会炒，去年是 AJ， 今年是匡威，明年就不知道。反正这2款都是耐克，他是读上面卖正品，他也是我客户，他也卖假鞋，但是他读上面他是全部卖正品，假鞋卖给一个导演。那个导演拿假鞋去卖给那些艺人，真的看不懂。那个导演自己都穿，人家谁会说你穿假货？就像那个穿在你身上，很完美啊。他如果公开说一句要拍戏的，我忘了要买鞋的人找我，我跟你讲，估计很多人。有谁跟我说？我哪个朋友来的？他一个客人，他一个代理，是他们那边当地的交警的老婆，反正也是一个官的老婆，卖得非常好。我跟你讲，那人家还管你是不是正品啊？送钱不好意思。还有卖最好的是什么？老实，真的，尤其是幼时，哇！只要在朋友圈上发一下，很多家长过去买，不管你好坏，收到的你哪怕鞋子发霉的，他哇这鞋子很好，就要回去跟老师讲啊这鞋子很好，穿得很舒服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你对他小孩子好一点。你带人家去吃个夜宵啊！我靠。那倒不用。
哎，那你现在住在哪里啊？其实说我住旁边，我待会直接打车过就行了。住哪个位置？住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是一个宾馆。好歹好下金，现在刚刚从做鞋子的那个档口出来，把他聊了很多。这些档口的人刚才跟我们讲说啊，利润很少，一个才几十块钱，20、30块钱。但我不知道真假，但是听他们讲还感觉挺惨的，并没有挣那么多钱。这跟外界说的做假鞋一年挣几百上千万，当然有，他们也有说，比如做一些网络推广啊，找网红来推啊，什么各种渠道做得好的话，挣钱还很厉害，一年几百万确实不少。每个行业都这样，就是一定有做很多做好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好的。小哥，然后骑着电动车，然后晚上拉一小箱子，也没多少货，也卖不了多少件，你感觉还挺心酸的。另外呢，我们还聊到应该是很多媒体都从来没有报道过的假鞋过不了都，过不了虎扑，这个是确定的。没有鞋能做到像原版一模一样，因为工艺和技术达不到，至少是整个莆田是达不到的。只要能过都，大家很好挣钱，而且那些大品牌早就开始着急了，所以就是过不了。假的。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个安福市场，大家不要进去买东西，也不要相信里面的人和事儿，因为那里面都是一些特别坑的。我们首先一定要表明立场，我们不支持做盗版，不支持做抄袭，我们也更不支持大家去穿假货。但是这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所以这个我们做一个纪录片，我们并不会去要求说大家，哎，你们不能穿假的，你们穿假的就怎么样。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我们无法去要求，只能说那是不应该做的一个事情。你像我至少我大不了我不穿，那我就穿国产鞋呗。另外呢，我也很支持政府做打假，因为毕竟再怎么说这些大企业研发一个新款出来也不容易，也挺辛苦的。去抄了它，确实版权我觉得还是需要重视的。那我更希望说中国制造业这些工厂老板们能够做一些自主品牌，有一天能够做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潮牌，这个是大家都很希望看到的。包括我们说这些国产品牌啊，我们也都有在慢慢的尝试做一些中国原创啊、国潮，我觉得这是个好的现象。未来一定是说我们会有更好的一些自主品牌，这个是一定的，只是现在这个阶段呢，需要过渡，需要成长。OK， 现在是凌晨4点多钟，我准备要回宾馆睡觉了，然后明天回北京。那这一期呢，觉得还挺深入的，工厂是真进不去啊，这个也不能怪我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只是去了几家店，然后感受了一下，希望能够让大家对莆田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认识，比较真实一个状态。因为很多记者啊、媒体他们老喜欢夸大，因为很简单，新闻不夸大没人看，也就我们老实本分，就这种环境，就这样的状态，也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让你了解一下而已。OK， 废话不多说。这一期呢就这样，大家都帮我们点赞、长按一下，送我们上热门。拍纪录片太不容易了，我现在满脸油光，又饿又困又累。OK， 就这样吧，拜拜。要，是吧？各位股东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军。今天我们来测一期真假鞋测评。我现在手边两边分别有2双真鞋和假鞋，能不能猜出来？之前我们去了一趟莆田，哇，都是夏天去的，现在都冬天了，视频还没有出来。不知道各位股东有没有看过我们前2天发了一期莆田的视频？如果没有看的话，赶紧去看，潜伏到假鞋生产基地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假鞋的2双呢，是从莆田买过来的，已经是我们国内的最高版本的假鞋，平均一双呢在差不多500、600块吧。声明一下，我们这10双鞋呢都在毒 APP 上进行鉴定，莆田的呢鉴定是假的，真鞋呢也确定的是真的。为什么要做这一期真假鞋测评呢？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特别好奇假鞋到底假在哪，以及我们莆田的假鞋到底有多真。然后通过我们这些测评呢，能让大家避免你在买鞋的时候买到假货。因为今天你们买鞋的话，我真的不是吓你们，有非常大的可能你买到的鞋就是莆田鞋。坊间传说某些大平台上也有卖假鞋，如果你发现了，他就给你赔钱，甚至赔你很多倍。如果你没有发现呢，这个事就过去了。那你们知道现在炒鞋炒得很火，一双耐克、阿迪可以炒到7、8千、1万多、1、2万。那你想一想，5、600买的一双假鞋卖到5、6千，再卖到1万多、1、2万呢？所以利润太大了。
促使呢，确实有很多正规渠道也都会掺着卖一些假鞋。本来呢，我们这一期呢是想邀请一些专业的球鞋博主跟我们一块测评，很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参加，所以呢这一期呢只能由我自己来做了。大家知道我是不太懂球鞋的，所以呢我们就仅以我比较直观的感受来对比。观众里面如果有大佬，你们多批评多指点好不好？大家一起来测。我们买了2双鞋，一双呢是椰子500，另一双是耐克的红丝绸，都是热门的鞋款。我查到一些资料说，鉴定它真假的话，可能就是鞋盒会一方面，还有就是鞋本身，然后还有上脚的感受。我们先看看鞋盒，这2个鞋盒呢是完全不一样大的。当然呢，我也不确定它这个是不是什么其他的版本，但是2个鞋盒确实不一样，贴纸都不一样，鞋盒的大小也不一样。我们打开看一看吧。那我现在呢手上有2双鞋，都是一样的尺码，一双呢是莆田的假鞋，一双呢是从朋友那边借来的真鞋，全新都没有穿过。你们先来猜一猜啊，看看哪一双像假的，哪一双像真的。我刚刚拿回来的时候，很多同事都看了，确实很难分出来，因为服装鞋帽这种东西它是属于手工艺产品，每一双鞋它需要工人来砸，鞋底呢需要来粘，所以呢你很难讲说每双鞋是一模一样的。做工呢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地方呢？有，那就是更严格更高标准。第一个点就是，如果你发现这双鞋它的走线啊，它的做工啊，裁剪啊都比较粗糙，不是那么精致，那么肯定不是正品。但是鞋带也好，包括这个前面这一块的翻毛牛皮也好，手感和厚度基本上是分不出来。裁剪的话会有区别，这一双呢它前面这一块有点窄，这一双呢前面有点宽，这一双呢它的鞋呢稍微比较宽一点点，然后这一双呢稍微的窄一点点，但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真假的一个区分。这个如果弹幕里面有专家，大家也可以来评判一下。我听说呢就是这个鞋啊裁剪的弧度也会有原因，比如说正品它可能这个弧度呢就是差不多这么高，它可能每一个裁剪的部分都有尺寸，多1毫都不行，少1毫也不行。然后还有就是鞋跟儿，你发现角度啊、高低啊都会不同。鞋底呢，反正我真的分不出来。那么我们要对比哪呢？对比这里。这个是明显的做工问题。比如这双鞋，我们就发现它在脚板这块有一块皮是没有能够特别贴合，这个呢就是体现假的地方。就算不对比，你们也能够感觉出来这是假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大家在买这个鞋的时候，可以看一看整个的鞋底的球，而且呢是2双这个部位全都有这样的问题。正品的鞋舌呢是平的，假的这一双呢是尖的，非常非常假的一个地方。颜色来讲的话，正品的这一双呢，特别是毛皮的这一部分啊比较暗，假的这一双呢，它整个毛皮这一块亮了不少。总来讲的话，这是一双我认为真的有可能是莆田最高版本的假鞋了。OK， 我们上脚感受一下，我这样穿吧，一只真一只假，这样对比你发现不一样吗？颜色也不一样啊，这个暗一点，这个就是穿的脚有宽，这个假鞋脚会没弹性，真鞋这个弹力猛踩一下还是有回弹的。就说明那鞋底的做工用料还是有区别。鞋底的里面，对，里面确实有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双耐克的鞋子，2双鞋呢，正品都是鞋盒偏小，假货呢都是鞋盒比较大。但这个就能评判它是真假吗？不知道。鞋盒外面的样子其实是有区别，但是你很难评判说到底是真假。这个懂行的来弹幕互动一下。OK， 现在这2双呢，耐克的 AJ 的红丝绸，这是一个最近很火的一款鞋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了解到莆田那边呢，很多厂子呢只负责做某一款鞋，也不可能每双鞋它都有。你可能在一家供应商那边买的假鞋，但实际上可能都不一样，因为它不是一家工厂产的。原厂的鞋带呢是纯棉的，特别厚实。它这双鞋带呢，一摸这材质就是聚酯纤维做的，鞋标特别明显，太大了。这个鞋标简直比它大了快2倍。红丝绸这一块的材质呢，颜色有微微的不太一样，两边的鞋面的皮质呢不一样。正品呢，它是有一些颗粒，有一些纹理，比较像荔枝那个纹理，通常呢这个叫荔枝纹。假的这一双呢，纹理是很不一样，但是这个假的呢，它也是皮子，所以说整个的感觉是挺像的。还有就是版型，正品呢它的鞋头是相对比较平，这双假的呢，它的鞋头呢稍微的比较高，因为我买的都是一个尺码，所以说其实可以很好的对比。假的这双鞋跟呢，它是比较外扩，没有特别的这个弧，不知道这个词形容的好不好。重量其实感觉都差不多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区别就是鞋舌，
正品的鞋舌呢是跟这个鞋帮子平的，而假鞋这双呢鞋舌呢直接就高出了，所以这双 AJ 呢真是假的挺多的。光下面正品这个鞋舌呢其实没有那么透光，假的是比较单薄，对着光照的话就发现它里面那个蓝布特别透亮，然后硬度也没有正品的鞋硬。最假的地方呢是在于鞋垫，正品的鞋垫呢是根本就拿不出来的，是长在一块的，而假的呢是直接可以拿出来的，这个太假了。这双鞋感觉我买亏了，搞不好被供应商坑了。然后鞋头呢捏一捏的话，正品相对比较硬，然后假鞋呢稍微软一点点。还有就是上面的孔位置啥的打的是一样，但实际上正品的鞋呢孔没那么大，假鞋的孔很大。正品的鞋带孔呢非常难穿，特别紧。假的这双呢鞋孔特别大，很轻易的就穿进去了。看这个红丝绸的这部分的2个孔，这个孔周围那一圈缝线呢特别细，正品的。假鞋这一圈呢缝线做的特别糙，特别粗。还有一点呢也是体现在做工这个部分的，你们会发现它整个的皮质裁剪的部分在缝制的时候，正品呢它的边上的预留出来的皮质会很窄很窄，然后呢线呢会很细，比较精密。而假鞋这一双呢明显的整个的皮质流出来特别多，然后做的特别粗犷，就这个是挺明显的对比出假的。包括这个耐克这个 logo 整个的裁剪都发现有很多毛边。鞋舌的2边，正品呢里面这层底呢是黑色，它这个呢直接用了白色，所以颜色都对不上。这双太他妈假了吧，感觉我被坑了，靠！只要有真鞋对比的话，是随便一个人都能看出假。鞋帮里面的这一层内衬，真鞋呢里面呢是非常非常像丝绸的这种感觉，它是比较滑的这种反光的这种面料。而假鞋里面呢，明显的看着它不是这种材质，比较暗淡，完全没有这种光泽度。另外呢，鞋底呢也是非常非常明显，一双特别红，一双呢其实没有那么红。我们上脚感受一下。假鞋还送那个鞋带，你看多贴心。这个鞋底感觉硬啊，这个确实没有啥感觉。哎，找到一个问题了。这个问题我特别讨厌，这个缝接口这一块特别瘦，你的脚背绷得特别紧。正品这个也有一点点，但是没有那么严重。这个宽，然后这个眼很大，你看这个眼多大。通过我们刚才的对比呢，还确实能够感觉出来它的假的地方。市面上的假鞋呢也是分版本，一般分有4、5个版本，便宜的可能100多块钱，就是你不用对比就能发现假的。我觉得可能在4、500、5、600这个价位的话，可能是最高版本。你跟店家要也不会呢真的给你最高版本。当然呢，无论他把假鞋做的有多么真，它始终呢还是假鞋，所以呢我们是不提倡大家去买假鞋的。做假鞋呢本身就是一个犯法的事情，所以呢更不应该去做假鞋。但是呢网上呢一直都有2个声音，一个就是那穿假鞋到底我们应不应该去骂穿假鞋的人？反正我的态度是说你不妨碍别人，你自己别穿就行了。别人怎么穿或者别人穿不穿这个事情尊重每个人的选择。OK， 那这一期呢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？也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双假鞋，然后有些借鞋，然后又借人，然后如果是观众里面有比较专业的大佬啊，大家也欢迎来指点批评啊，然后来帮我们留言，告诉我们怎么去辨别，让大家来避免买鞋的时候买到假货。因为现在呢，鞋已经被炒得很贵了，真的已经买不起了，真的不要买到了一双假鞋，太难过了，想哭死了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视频呢对你有帮助，帮我们多投币、多转发、多点赞，一键3连。